RTX 5090上 Muse Glimmer 的速度从 74.9 直接冲到 233.4 Token SS， 这不是把模型做小了，而是让 30B 本地 Agent 终于快到能用。做出这套东西的是 Meta 产品，叫 Muse Glimmer， 它是一款开放全值、面向本地运行的多模态 Agent 模型。频道之前追过这条线，2026年3月看长上下文成本，6月看 KV Cache 压缩，7月看 24G 单卡显存水位，到8月才落到 Muse Glimmer 这样的本地 Agent。 所以这不是 Meta 突然换赛道， Muse Glimmer 是频道之前讲过的 Muse 这条线的延伸。这次真正改的是本地部署和 Agent 执行效率。面对这套执行效率， 30B 模型超 55GB 的内存门槛成了本地部署的第一道坎。到这儿，本地部署的硬门槛在哪儿已经看得很清了。可问题来了，过去大家遇到这种显存不够的场景都是怎么绕过去的？所以以前的大模型 Agent 根本离不开云端服务器和网络，本地路线换来的是离线运行，数据留在设备上，以及少依赖云端 API。 好，云端依赖的账算清了，那么 Meta 是怎么把这么大一个模型往单卡里塞的？ Meta 先让更大的教师模型把能力蒸留给 Muse Glimmer， 预训练借用 Muse Spark 输出，中期加入更长上下文和 Agent 轨迹，后训练再做监督微调与对齐，接着把全值压成约 4bit， 语言模型本体降到 20GB 以下，才有可能在 24GB 或 32GB 设备里给缓存和视觉模块留下位置。但光量化只解决装不装得下， DFlash 让草稿模型一次提出16个 token， 主模型并行验证，绕开传统逐 token 草稿的串行瓶颈。跳出传统串行瓶颈后，草稿模型的容错表现直接撑起了后面的自主诊断。量化和加速的招数拆到这一步，账面数字确实诱人，但本地跑大模型显存总是不够用，硬件成本太高，这些性能背后到底带着什么代价？不过刚才这 233.4 Token Size 得在 RTX 5090 Batch Size 1 贪心解码加上特定加量化 DFlash 草稿模型下才跑得出来，换别的配置可就没这速度了。24GB 能运行的前提是特定的 Kquant 17GB 上下文和 Batch 条件，视觉输入 KV 缓存和草稿模型一加进来，剩余显存马上变成系统问题。官方模型卡给出的取舍是 24GB 档平均精度下降 1%， 32GB 档指下降 0.2%， 而且这个平均值覆盖15个常见准确率基准。业界对 Dense 30B 架构是否真的再次回归流行存在争议，社区的反馈并不一致，一边认可它的基准成绩和开放全值，另一边吐槽本地运行常常要32到 64GB 内存，还怀疑 27B 到 30B 档位的智能水平。硬件账单算完了，看看它在真实基准里究竟能打几折。毕竟本地跑大模型显存总是不够用，硬件成本太高，真实表现必须仔细测算。根据这些实际测算表现，硬件成本带来的差距直接反映在了基准跑分上。换到其他任务就不是碾压， Deep Search 是 74.6， SafeWE 是 51.2， 但 OSWORD 只有 65.9， Terminal Bench 是 51.7， 后两项都落后于千问的 75.6 和 60.7。在这些没能实现碾压的具体任务里，苹果芯片跑出来的吞吐量给出了不同答案。换算成具体的平台收益，这种速度提升显然不能简单套用到所有硬件上。